念佛到底有没有用呢？你是不是也偷偷问过自己？我天天这么捏着念珠，嘴里念叨，这到底有没有用啊？尤其是看到别的同修说看见佛光了，梦见菩萨了，自己却什么都没看见，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觉得自己是不是白念了，是不是自己的心不诚？我跟你讲，你要是一直盯着这些神通感应找答案，这辈子都摸不到真门道，你从根上就找错了方向。念佛的功夫从来不在嘴皮子上，也不在幻影里，全长在你这副身子骨上，身上的气机变了，才是真的受用。很多老年朋友过了60岁以后，天天觉得身体不对劲，今天查心脏，明天看腿疼，跑医院跑得比菜市场还勤快。大家总觉得，哎呀，人老了，身上的零件一个一个都坏了。我告诉你们，全搞错了。人老根本不是零件坏了，那是表象。老祖宗讲得很透彻，人老是身上的气往上跑，留不住了。你们要晓得，人体就好比是一炉火，人年轻的时候火力旺盛，这股火是在炉膛底下烧的，上面架着锅，底下火在烧，把水烧得热热的。这时候的人叫做上面清凉，下面稳当。你看小孩子大冬天跑出去玩，跑得满头大汗，头顶冒热气，可他双腿跟小马驹一样跑得飞快，不知疲倦，那就是火在底下，底盘有劲。人一老出大问题了，这炉火啊，它不在炉膛底下好好待着了，它顺着烟囱往上窜，火全窜到了脑门上、胸口上，炉膛底下反倒变凉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老人的毛病几乎全在上半身，整宿睡不着觉，经常没来由的心慌心跳，嘴里发干发苦，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急眼。你再看看下半身呢，手脚常年是冰凉的，膝盖发软，走路轻飘飘的，站久了整个人都要打晃，这上面有余，下面不足，这不是10几种不同的病，这是一件事。你的气跑上去了，底下空了，这在中华文化里就叫上盛下虚，那口气不肯老老实实待在下面，这就是人衰老的根本原因。那念佛是在干什么呢？念佛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你跑上去的这股气一点一点请回下面去。不管你念的是什么佛菩萨的名号，只要你用真诚心、清净心去念，一句接一句，你的心就拴在这一句上了。心拴住了，上顶的那股气就没人去推它了，气没人推，它就自然而然顺着任脉一点一点往下沉，就像你拿个盖子把那股乱窜的火死死地摁回了炉膛底下。所以诸位要记住，念佛功夫到了，最先改变的绝不是什么神通感应，而是你身上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变了。今天我就把这几处变化给你们讲透，这里头有5样东西，只要你身上出现了，就说明你的功夫上升了，你的气开始回来了。这头一样变化最浅，但也最折磨人，那就是你夜里醒来的时辰变准了，而且醒来的时候心是静的。你想想看，老年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夜里睡不好。很多人夜里2、3点钟总会准时睁眼，你要是睁眼安安稳稳的也就罢了，偏偏不是，往往是被惊醒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呼一下就醒了。醒来第一感觉是什么？是慌，心里头极其发慌，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这时候躺在床上，四下里黑漆漆的，脑子里就开始翻江倒海，几十年没见过的老仇人想起来了，几十年前吃过的一次亏想起来了，又或者开始担忧明天要去医院查指标会不会有问题，越想越怕，越怕心越慌，翻来覆去烙饼一样。
直到天亮。很多人跑去吃药，吃神经衰弱的药。我跟你讲，那不全是失眠，那是你身上那把火压在上头。3更半夜的时候，正是阴阳交替，气血走到肝经的时候，你那股虚火被猛地一顶，直接冲撞了心神，心神一散，人就惊醒了。那股慌乱根本不是你想的事情多可怕，而是你的气在上面作怪。当你念佛念到一定程度，气开始往下沉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还是会醒，因为老年人的觉本来就不长，气血运行的轨迹也定型了。但是你醒的时辰有了准头，比如每天就是固定在3点半或者4点，气认准了这个点，每天在这个时候轻轻浮动一下。最关键的是，你醒来以后心里是清静的，不慌了，不乱跳了，没有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了。躺在被窝里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风声，或者在心里默默地提2句佛号，觉得非常安稳，甚至躺一会儿还能舒舒服服地睡个回笼觉。我告诉你们，要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白念了，不要看你夜里醒不醒，你要看你醒来的那个时辰准不准，醒来的那一刻心慌不慌。前2年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身上查出了点慢性的问题。其实医生说了，这个岁数有点这病那病很正常，吃药控制就行。可老太太不干了，一听说是慢性病，天天觉得大限将至，觉得自己活不长了。人一旦被死神吓破了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最怕的就是天黑，每天夜里只要稍微有一点动静，他就猛地惊醒。醒来以后，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憋闷得要命。他总觉得，哎呀，是不是病发作了？是不是我今晚就要走了？坐在床上大口喘气，一身冷汗，把老伴折腾得半死。后来吃安神药，吃补心丸，通通不管用，因为那是心里生出来的恐惧，是业气卡在胸口散不开了。后来他实在是走投无路，极度绝望之下，有人劝他念佛，他当时哪懂什么往生西方，什么大彻大悟啊，他就是当成一个救命稻草来抓。夜里只要一醒，一觉得胸闷害怕，他就时时咬住一句佛号开始念。他不是为了求佛显灵，他是在给自己倒计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在心里想，反正也快死了，念一句算一句，转移一下对疼痛的注意力吧，就这么个傻办法。他一天到晚的念，夜里醒了也念，走在路上也念，就像个快淹死的人死死抱着一块木板。半年之后，有一天深夜，他又醒了，一看表，凌晨3点。可是这一次奇迹发生了，他猛地发现自己没出虚汗，不憋闷了，心脏也稳稳当当的，一下一下跳得很从容。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感觉自己肚脐眼往下，就是老祖宗说的丹田那个位置，升起了一股极其微细的暖意，整个人有一种被厚实的棉被紧紧包裹着的平静感。那一刻，老太太躺在被窝里，突然流眼泪了，不是吓的，是欢喜的。她心里猛地升起一个念头，我不怕死了。为什么不怕死了？难道是她的慢性病彻底没了？不是的，是因为她身上那股底气回来了。佛法里讲心气合一，凡夫俗子总是被身体的感觉牵着走，气浮在胸口，那就是焦虑、恐惧、怕死。他用大半年的时间，时时咬住一句佛号，把那股虚浮在胸口的业气硬生生地给念了下去，火摁回了炉膛，丹田一暖，心神归位，生死的恐惧自然就瓦解了。这就叫功夫，这就是实打实的长在身上的变化。你们回想一下自己这2年的光景，
夜里醒来的时候，是不是差不多总在同一个终点上醒来的时候，心头是不是没从前那么慌张，那么兵荒马乱了？如果有，这就是你念佛念出来的第一步真功夫，千万别再小看自己。但这还只是头一样，也是最浅的一层变化，它只发生在你每天睡醒的那一瞬间，全凭你自己体会。可接下来这第二样变化那就不一样了。这第二样变化，你自己可能天天摸着都没当回事，但只要你老伴一牵你的手，立马就能摸出你身上的功夫深浅来。你想想看，你老伴牵你的手，摸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常年冰凉的，像摸着一块铁疙瘩？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冬天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就是怕不小心脚碰到了脚，手碰到了手，哎呦，能把对方冰得一哆嗦。有的人哪怕是抱个热水袋，哪怕睡前用滚烫的热水泡了半天脚，只要钻进被窝不到一个时辰，手脚立刻又变得拔凉拔凉的，半宿都暖不热一个被窝。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被子不暖和，或者单纯是年纪大了底子薄。老祖宗把人体这本大书读得最透，人体气机的运行最讲究4个字：水火既济。这个道理很简单，人身上心在上面，心属火，火的本性是往上飘的；肾在下面，肾属水，水的本性是往下流的。年轻的时候，人体有一股天然的元气，能把下面这盆水端上去，把上面这团火拉下来，水和火能在中间碰上头，互相交融，你的身体就像个温煦的春天。可是人一老，元气散了，这套系统就失灵了，心火没人管，它就可劲儿往头上窜，烧得你整天口干舌燥，眼睛发涩，脾气暴躁，肾水没人提，它就死死地沉在底下，弄得你夜尿频多，腰膝酸软。这火往上走，水往下走，各走各的道，谁也碰不着谁，这就叫不交。你想想看，你身体中央的脏腑气血都已经这么拉胯了，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去送到离心脏最远的胳膊腿上？手脚那是人体的四梢啊，就像大树的树枝尖儿，树根一旦断了水，最先枯黄掉落的一定是树梢。所以人老先从手脚冰凉开始，那是因为你身上的暖气根本送不到末梢去了。那有人就要问了，那我就天天晚上拿热水烫脚不行吗？我跟你讲，你拿热水泡脚，那叫从外面往里烤，烤的时候是热的，火源一撤，哪怕你捂2层大棉被，它该凉还是得凉，因为你自家的炉膛底下是冰块，是死灰。那念佛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你坐在那里或者走在路上，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念这一句佛号，你念得很专注，心没跑出去，你的心一定住，那股原本要顺着烟囱往上窜的虚火就被这一句名号慢慢地往下压了，一句接一句的念，这火就一寸一寸地往下走，最后压到哪里去了？压到了丹田，压到了你肾水的底下。诸位要晓得，这一下可是大显神威了。火在底下一烧，原本沉在下面的那一潭冰冷的死水就被烧热了，水一热，水蒸气就往上升腾，这股带着温度的热气顺着你的脊背往上走，水和火一碰头，你整个人体内的气血瞬间就活泛了。气血一通，它就不会停在原地，它会像春天的河水解冻一样，浩浩荡荡地往外冲。这股纯正的暖气最先打通，最先送到的地方，就是你常年冰凉的四肢末梢。你自己天天揉手搓掌，可能察觉不出来，
可你要是念佛念到了这个火候功夫上升了，你老伴一牵你的手，或者老朋友一见面跟你握个手，人家立马就能惊觉出来，哎，老哥啊，你这手怎么不再是冰手了？怎么里面有一股温温的暖意了？我告诉你们，这根本不是你吃了什么名贵的补品补出来的，这是你身上的虚火降下来，在你自己体内化成了真阳之气。这种暖不是发高烧那种烫人的燥热，它是那种极其绵长、极其和缓的温润感，就像冬天的太阳照在棉花上一样。你们别以为这是我在这里给你们编故事画大饼，只要是真修行、真念佛的人，身上的气机变化是极其惊人的。我给你们讲讲民国时期印光大师的事。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在浙江普陀山闭关修持，去过那一带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那南方的冬天海风一刮，那是阴冷湿冷的，寒气是直接往骨头缝里钻的。大师闭关的那个房间简简单单清清冷冷，屋里连个取暖的炭炉子都没有。当时大师是多大岁数的人了？70、80岁的老人家了啊！外头寒风呼呼地刮着窗户纸，几个20、30岁的年轻弟子穿着厚厚的粗布大棉袄，头上戴着防风的棉帽子，在门外伺候着，都冻得直打哆嗦，只能不停地搓手跺脚来取暖。小和尚们在门外私下里就发愁啊，小声嘀咕着，师父年纪这么大了，这屋里连点热气都没有，简直像个冰窖，咱们穿这么厚都扛不住。老人家天天就穿那么一件救生衣坐在里头，这要是冻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得了哦？结果有一天，一个小和尚奉命进去给大师顶礼问安，顺便递送一点东西。老和尚伸手接东西的时候，小和尚的手无意间碰到了大师的手心，就这么一碰，这年轻的弟子当场惊得瞪大了眼睛，愣在了原地。他原本以为在这么冷的冰窖里坐着，老和尚的手肯定冻得像铁块一样僵硬冰凉。结果呢，印光大师的手不仅极其厚实柔软，而且手心里竟然源源不断地往外透着一股子强烈的热气，那种温热简直就像是个刚刚灌满了滚水的小暖炉，顺着小和尚冰凉的手背一下子暖到了他心里去。小和尚当时就懵了，自己一个气血方刚的年轻人，穿着大棉袄冻得像个鹌鹑，老和尚70、80岁，穿着单薄的僧衣，手心里却热气腾腾，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功夫上升了，这就是实证。大师在屋里闭关，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就是死死咬住一句佛号，他的心清清静静，没有半点杂念，没有半点挂碍，心不散乱，火就不往头上跑，这股强大的心火全被他沉到了丹田底下，变成了护体御寒的纯阳之气。只要这股真阳之气在体内源源不断地流转，不管外面的海风有多冷，湿气有多重，气血照样能顺畅无阻地打通到离心脏最远的手指尖上。这就是老祖宗常说的借假修真。身体是个假躯壳，但你能通过念头把它修理得妥妥当当。我们普通老百姓念佛，当然不需要像印光大师那样跑到深山老林里闭关几十年，也不要求你非得在大冬天穿单衣挨冻，但是这个道理和身上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你只要肯老老实实念，不贪求感应，气机就一定会归位。火一旦降下来，你身上第二步实打实的变化，就是你的手心和脚心会从常年捂不热变成渐渐有温气。这骗不了人，也没有一点点玄虚，全都是可以量度出来的。所以诸位回去以后，
千万别自己在那瞎琢磨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晚上念完一段时辰，你就极其自然地去摸一下老伴的手，或者让老伴牵一下你的手。你问问他，这2年你牵我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3、5年前不一样了？如果老伴脱口而出，是啊，以前碰你像碰冰棍一样，这2年倒是有点活人的热乎气了，那你心里就要暗暗高兴了。这就说明你这半辈子的佛号没有白念，你的功夫已经不再是嘴皮子上的数目字，而是实打实地融进了你的骨血里，气机已经开始打通你的四肢百骸了。可是啊，手心变暖，四烧气通，这说明你身上的气血开始活络了，但这依然还在皮肉筋骨的层面上打转。真要把功夫往深处扎，要看你最隐秘的地方，你得往里头看一层，看你夜里的梦，夜里做梦，这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块心病。你们想想看，有多少人每天早上醒来，觉得比干了一天苦力还要累，只要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乱七八糟的场景一个接一个。有时候梦见年轻时候上班的事，有时候梦见老家早就拆了的老房子，更多的时候是梦见那些已经过世的亲人、朋友，甚至是曾经结过怨的仇人。很多人跑去算命，去解梦，问这到底是凶是吉，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告诉你们，你跑去外面问，永远问不出个究竟。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早就讲透了，白天心外驰，夜里神外跑，这8个字怎么解？你白天这颗心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你惦记儿子房贷还不还得上，惦记女儿在婆家受没受委屈，你的心跑到哪里，你体内的那股神气就跟着跑到哪里。到了夜里，你以为你躺在床上睡着了，其实你的神根本没歇着。白天跑出去的那些散乱的心念，到了晚上就必须得回来交账，这就是梦。所以梦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你白天没收住的心，在夜里化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子。你这颗心越乱，梦就越多，你心里的挂碍越重，梦里头折腾的就越厉害。那念佛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你每天定下心来念这一句佛号，不管念多少声，在念的那个当下，你这颗原本像野马一样到处乱跑的心，就被死死地拴在这一句名号上了。心被拴住了，它就不往外跑了。心不往外跑，你那个神就安安稳稳地待在身体里，神不外驰，梦自然就少了。所以这第3样长在身上的功夫，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梦变少了。这种少不是说你睡得像块木头完全不做梦，而是那种一夜接一夜，情节跌宕起伏，醒来累得浑身酸痛的烂梦突然没有了，睡觉开始变得清清爽爽，醒来的时候脑子里干干净净。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跑得少了，你的神兜住了。但更要紧的还不是梦变少，而是你梦见的那些人的样子变了。老年人最怕梦见什么？最怕梦见已经走了的人。从前你梦见他们多半是什么场景？有的是站在门口定定地看着你不说话，有的是穿得破破烂烂伸手冲你要东西，还有的是在梦里跟你吵架纠缠，你一觉惊醒，往往是一身冷汗，心里头极其发慌。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他真的显灵了，是他来找我了。你们要晓得，那往往不是他，那是你自己心里头的一笔没还的账，现出来的形是你潜意识里的亏欠、遗憾，或者是当年咽不下的一口怨气，化成了那个人的样子，在梦里向你讨债。
可等你念佛念出功夫来了，你体内的气机顺了，心里的执念化了，这种梦就全变了。你偶尔还是会梦见他，可是他再来的时候样子是安详的，他可能只是干干净净的坐着，或者冲你笑一笑，一句话不说就转身走了。你醒来以后心里一点都不慌，反而觉得极其妥帖，极其安稳。佛法讲得很清楚，同一个人在梦里的样子变了，其实说明变的人不是他，而是你自己，是你心里的那笔债松绑了。我认识一位老赵，大半辈子过得极其坎坷，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被人诬陷贪污，稀里糊涂坐了几年牢，后来真相大白，虽然平反了，但老赵这半辈子算是耽误了。诬陷他的那个人前几年得了疾病死了，按理说仇人死了，这事该翻篇了吧？没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人虽然死了，但老赵心里的那条毒蛇根本没死。那几年老赵天天夜里做噩梦，梦见什么呢？总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荒凉的坟地里，死死掐着那个仇人的脖子，在梦里咬牙切齿地咒骂。可奇怪的是，每次在梦里掐完人，老赵一惊醒，就觉得自己的胸口像被锥子狠狠扎进去一样，剧痛无比，半天喘不上气来，去了好几次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完就警告他，你这是心病引起的心绞痛，你脑子里的精神压力太大，血压和心率在夜里狂飙，再这么折腾下去，早晚要出大问题。老赵害怕了，他虽然恨，但他不想因为一个已经走了的人把自己的老命搭进去。为了自保，老赵听了一个老和尚的劝，硬着头皮开始念佛。一开始念的时候根本静不下来，嘴里念着阿弥陀佛，脑子里全浮现出当年仇人那张得意的脸，越念心里越火大，越念越觉得憋屈。这叫什么？这就叫业气翻腾。可老赵也是个狠人，他想着医生说的话，就把这句佛号当成速效救心丸，死死咬住不松口。心里再烦躁，他也逼着自己坐在那儿，手里捏着念珠，一颗一颗的掐，一句一句的出声念，硬生生把脑子里那些画面给压下去，就这么像打仗一样，死死咬了半年。有一天夜里，老赵又做梦了，这一次梦里的场景全变了。老赵梦见自己坐在一个非常明亮的屋子里，那个仇人从门外走进来，没有面目可憎，穿得干干净净。仇人走到老赵面前，端着一杯热茶，深深地弯下腰，向老赵赔了个罪。老赵在梦里看着他，突然觉得心里头那股憋了10几年的火像被一阵清风吹散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伸手把那杯茶接了过来，就这么一个动作，老赵醒了，睁开眼一看，天刚蒙蒙亮。最神奇的是什么？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那股只要做梦就必然发作的绞痛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不痛，整个胸腔里觉得无比的宽敞通透，连呼吸都顺畅了。从此以后，老赵再也没有梦见过这个人，他的心绞痛也奇迹般的再没犯过。你们想想看，梦里的那个人真的是那个死去的仇家吗？不是的，那是老赵自己心里憋着的一股毒气，这股毒气化成仇人的样子，在梦里一遍遍地折磨他。你以为你在梦里掐的是仇人，其实你掐断的是自己的心脉。老赵死死咬住佛号大半年，其实就是用这一句佛号一点点化解了自己心里的毒。心结一解开，那股外跑的神气就归了本位，潜意识里的这笔阴阳债就彻底平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告诉大家，念佛不是求外面的菩萨给你拨拉算盘，
是你在理顺自己身上的契机和因果。如果你这2年发现自己的梦不再那么乱七八糟了，梦见故去的老伴、爹娘，他们的形容变得整洁安详了，你醒来心里不慌乱，很踏实了，我告诉你，别怀疑，这绝对是你念佛念出来的真功夫，是你身上的神气已经稳住了的实证。上面安了，不再经济了，四烧通了，手脚变暖了，连夜里的梦也变清净了。可是诸位，这3样变化说到底还只是在身体的最外头和脑子里打转，真要把功夫往深处走，还得看下一步。这第4样变化就不再上下2头了，它开始往你身体中间那一段去了。身体中间这一段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的脾胃，是吃喝。很多老年人一过60岁，添了个莫名其妙的毛病，就是嘴开始变馋了，天天正经的饭菜吃不了几口，可一放了碗，就在屋里到处啰磨，总想找点什么零嘴吃，或者总是惦记着哪家店的烧鸡，哪家铺子的咸菜，一天不吃那一口重口味的，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很多做儿女的看到老爹老娘这样还挺高兴，觉得哎呀，老爷子胃口好，能吃就是福，这是老小孩嘛。我告诉你们，全搞错了，这根本不是胃口好。老祖宗在中医里把这个讲得很透彻，这叫虚火上炎烧出来的假恶。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前面说过，人老了，身体就像一炉乱窜的火，底下的炉膛凉了，这股火全窜到了上半身，火停在哪里，哪里就出问题。这股火要是停在你的上焦，也就是你的胸口和喉咙这一带，它就像个小火炉一样，天天在那儿烤你的嘴巴，烤得久了，你的嘴里就会发干发苦，没滋没味。嘴里一没味，人就本能的想要用更重的味道去刺激它，所以你想吃甜的，想吃咸的，想吃辣的，其实你摸摸自己的肚子根本不瘪，你的脾胃根本不需要这些食物，那是你的身体在要吗？不是，那是你上面那把火在闹腾，是那股虚火在向你讨要东西吃，你给它塞2口，它暂时被压下去了，过一会儿火苗子一窜，你又得去找吃的，这就叫假恶。可是当你老老实实念佛，念出功夫以后，这第4样实打实的变化就长在你身上了。你会发现自己对吃的东西突然看淡了，这种淡绝对不是说你生病了没胃口，或者得了厌食症什么都不想吃，而是那种非得吃到那一口不可的焦躁劲儿，那种一天到晚想吃零嘴的假饿，通通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因为你通过念佛把心定住了，心火不再往上飘，顺着经络被你一点一点摁回了肚脐眼下面，嘴巴里那把烤着你的火没有了，津液就自然生出来了，嘴里不干也不苦了。这时候你在吃饭，是有什么吃什么，哪怕是一碗白米粥，一碟水煮白菜，你吃在嘴里都能嚼出粮食那种清甜醇厚的本来味道，你不挑剔了，不再被那口吃的牵着鼻子走了。唐代时候，天台山有个国清寺，里头有位风干禅师，这位禅师在庙里干什么呢？他干的是最苦最重最耗体力的活，每天给全寺的几百号和尚劈柴安米，几百斤的粗木头，他抡起大斧头咔咔的劈，巨大的木杵他一下一下的砸，一天下来换个年轻壮汉早就累瘫了。按理说干这么重的体力活，那得吃多少白米饭，吃多少油水才能补回来呀？可是风干禅师每天吃什么呢？他从来不去饭堂跟大和尚们抢新鲜饭菜，他就在厨房的角落里拿个破钵盂，
把大家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甚至有点发酸的馊米饭扒拉到一块稀里糊糊的往肚子里咽，吃得津津有味。当时山下有很多有钱的香客大户人家来烧香，看到这个老和尚这么可怜，干着最重的活，却吃着像猪食一样的残羹冷炙，大家心疼啊，就特意从家里带来了极其精致的糕点，油汪汪的好菜，恭恭敬敬地端到风干禅师面前，请他吃点好的补一补。结果你猜怎么着？风干禅师随手拿起一块香喷喷的精美糕点，咬了一口，直接吐到了地上，皱着眉头说：哎呀，太腻了，太腻了，吃不下去。转过身，又端起他那个装着半酸剩饭的破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那些香客都看傻了，都在背后笑话他，这和尚是个傻子吧，放着山珍海味不吃，非要吃馊饭，这就是个没有福报的苦命人啊。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把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有一天，这个每天吃剩饭的傻和尚从深山老林里晃晃悠悠地走回了庙里。大家定睛一看，我的天爷啊，风干禅师不仅红光满面，力大无穷，他的胯下竟然骑着一只斑斓猛虎，那只巨大的野生老虎在他身下温顺的就像一只大号的猫。他一路骑着老虎进了山门，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曲儿。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傻子，这是一位真正的得道高僧啊！你们要晓得，凡夫俗子靠嘴馋靠贪欲吃下去的那些肥甘厚味，最后都变成了身体里的负担，吃出来的叫病。而真正修行的人，他们把气机深深地沉到了下盘，身体里就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饱满。老祖宗讲过一句话，叫气满不失时。当你的心不空虚，当你体内的真气充足饱满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世间那些油腻的后味来填补你自己。那股虚火降下去了，就算是一碗粗茶淡饭，也能化作你身上用不完的力气，这就叫命。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冰箱里塞满了各种保健品、营养品，今天吃燕窝，明天炖海参，吃得满面红光，可是一把脉，里面全都是虚寒，全都是淤堵。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空啊，你的火在上面烧，你的心在外面飘。你以为你是在补充营养，其实你只是在满足那个虚浮的欲望。如果你这2年念佛，念着念着，突然发现自己对餐桌上的东西不那么上心了，儿女给你买来昂贵的点心，你尝一口就放下了，觉得不如一碗白水面条吃得舒坦，走在街上也不再被那些炸鸡烤鸭的香味勾得走不动道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老了，肠胃退化了，你这是气机顺了，心平了，上面的虚火退尽了，你的身体不再发出那种骗人的假恶信号了，这是极其难得的好现象，说明你的功夫已经渗入到了你的脾胃，也就是你身体的中间这一段了，上面安了，四烧通了，中间这段也平顺了。可是诸位，这4样说到底都还只是让你活得舒不舒服的事，接下来这最后一样，也就是第5样变化，它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它不在头上，不在手上，也不在嘴上，它落在了你身体的最底下。身体的最底下，那是哪里？那是你的双脚，你的双腿。你们要晓得，老祖宗有句俗话叫树老根先竭，人老腿先衰。很多老年人都有体会，人上岁数以后，最先感觉不对劲的，不是胳膊举不起来，而是2条腿像灌了铅，又或者是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没有根，
起身的时候如果不拿手撑一下椅子扶手，根本站不起来，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膝盖就发软。为什么会这样？西医告诉你这是骨质疏松，是肌肉萎缩，这都没错，但那是表象。在中华文化里，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的腿不是先坏了，你的腿是先空了。我们前面反复讲一炉火，你上半身烧得口干舌燥，夜里睡不着，乱做梦，说明你的气全浮在脑门上、胸口上。这气既然全跑到了上头，那你腰部以下的下盘可不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吗？底盘一空，头重脚轻。这就好比一棵大树，树冠长得很大，可是树根已经烂了、枯了，风一吹它就要倒。我告诉你们，对于咱们这些60、70岁的老年人来说，生活中最可怕的隐患是什么？根本不是那些慢性的毛病，我们这个岁数最怕的就是4个字：跌倒摔跤。你去看一看，有多少原本身体还算硬朗的老人家，就是因为起夜的时候脚下一滑，或者走在平地上莫名其妙摔了一跤，这一跤下去，胯骨骨折，卧床不起。只要一卧床，什么毛病全来了，往往不到半年，好好的人就这么没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第5样变化是保命的？因为只要你念佛念出功夫，气机真正沉下去了，你的下盘就会重新生根。你会发现自己走路变得稳当了，站着不再打飘了，2只大腿一发力，稳稳当当就站直了。这种稳不是说你能像小伙子一样跑100米跳多高，而是你整个人走在地上有一种掷地有声的厚重感。这说明什么？说明那股虚浮在你脑袋里，胸口上的气终于被你这一句一句的佛号压到了丹田，并且顺着2条大腿结结实实的落到了你的脚后跟上。有一位老先生快80岁了，身体其他方面都还行，就是有个极其危险的毛病，起夜头晕，每天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憋着一泡尿要起床，刚一坐起来或者刚一站下地，眼前就是一片黑，天旋地转，整个脑袋嗡嗡作响。有一次深夜，老先生起夜去卫生间，刚走到洗手池边上，突然又是一阵猛烈的眩晕，他觉得2条腿瞬间就像面条一样软了下去，整个人直挺挺的就要往那坚硬的瓷砖地上栽，也算是命大。倒下去的瞬间，他下意识地死死扒住了洗手池的边缘，硬生生把自己挂住了。老伴听到动静跑出来一看，老先生浑身是冷汗，瘫在地上直喘粗气。就这一次把老先生吓破了胆，他心里发虚啊，觉得这是阎王爷在门外头招手了，自己的大限恐怕要到了。老先生有个女婿，平时喜欢研究点中医和老祖宗的修心法门。出了这事以后，女婿赶来看他，女婿没让他乱吃什么特效药，而是坐在床边给他定了一条死规矩。女婿说：爸，你记住了，从今天起，夜里不管你尿憋得多急，只要你一睁眼，绝对不许马上动弹，你就平躺在被窝里，在心里头老老实实一字一板的默念10声佛号。念的时候注意力全放在你的脚底板上，感觉那10声佛号是一步一步踩在你脚心上的。念完这10声，你再穿鞋下地。老先生一开始根本不信，觉得这纯粹是迷信，念几句阿弥陀佛就能治头晕，怎么可能？但是他怕死啊，那天夜里瓷砖地带给他的恐惧太深了，他不敢不照做。头几天夜里醒来，他躺在床上默念，纯粹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完了爬起来，脑袋该飘还是飘，只是因为动作慢了点，没那么晕了。他还在心里直嘀咕这法子没用，
直到差不多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奇迹发生了。那天夜里，他又被尿憋醒了，一睁眼，他习惯性的平躺好，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默念1声、2声、3声。因为那天夜里特别静，他心里也突然没有了往常那种急躁。当他默默念到第7声的时候，老先生突然感觉到脑子里那种常年飘忽忽、紧绷绷的眩晕感，竟然像海滩上退潮的水一样，极其猛烈的哗一下降了下去。紧接着，他感觉到自己的肚脐眼往下，一直到脚底板，猛地涌起一阵温热的发麻感，2只脚的脚心就像是踩在了实打实的温土地上一样，沉甸甸的。老先生心里一惊，立刻坐起身来，穿上拖鞋站到地上，齐了。以往那种脚下踩棉花的感觉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试探着往前走了2步，双腿极有力量，脑子里清清爽爽，一步一步走到卫生间，稳若泰山。从那天起，这起夜头晕的毛病再也没有犯过。不仅如此，到了白天，老先生去公园散步，周围的老头老太太都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挪步，他却走得虎虎生风。有一次，一个在公园里倒退着跑步的年轻小伙子不小心一膀子撞在了老先生身上，旁边的人都吓得尖叫，以为老头这下肯定要被撞飞出去了。结果老先生脚下就像生了根一样，只是稍微晃了半步，立刻就定住了。反倒是那个小伙子被反弹的一个趔趄。你们想想看，老先生原来那个头晕腿软，真的是生病了吗？不是的，那是人在睡梦中醒来的那一瞬间，神魂最容易散乱，气血猛地往上一冲，全部的能量都涌到了脑子里，底下的腿自然就成了一具空皮囊。这就叫气机上浮，命若悬丝。那10声佛号起的是什么作用？那是救命的锚啊！人在恐惧、慌乱、刚醒来的那个当下，用极其专注的心念，死死扣住这10声佛号。佛法讲得很清楚，心气相随，你的心定在了名号上，意念沉在了脚底，那股本来要冲昏你头脑的虚浮之气，就被硬生生地拽了回来，拽到了脚后跟上。只要你的气沉在下盘，只要你的双腿有了这股厚重的生气，你走在地上就有根。阎王爷就是想拉你，他都拽不动你这个沉甸甸的底盘。诸位，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第5样变化。走路稳了，站着不飘。这不是求神拜佛显灵了，这是你用最扎实的笨功夫，把自己身上散乱的能量重新收拢，向下沉淀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这5样长在身上的变化讲齐了。可是诸位朋友，为什么这人身上的变化千千万万，我偏偏挑这5处出来讲？这5样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次序？有些朋友就想问了，我如果一样都没有，能不能从今天开始天天在佛像前磕头，拼命去求这5样变化赶紧上升呢？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动了去求的这个念头，那你这辈子这5样功夫连个影子你都摸不着。老祖宗有句话讲得极其透彻，叫有心求法即是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心里带着一个极其强烈的目的，天天算计着，眼巴巴地盼着，我念了这么久，什么时候能显灵啊？我什么时候手心能发热啊？我夜里怎么还是3点醒？是不是功夫没到家啊？只要你起了这个贪求的念头，那你所有的功夫在你起心动念的这1秒钟全破功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坐在那里，手里掐着念珠，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可是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你的心根本没有安在这个名号上，
你的心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你的手心上去了，跑到你的脚后跟上去了，跑去计算你自己的病什么时候能好了。你一边念一边偷偷摸一下手，哎呀，怎么还是凉的？一边念一边感受一下肚子，哎呀，怎么丹田还没发热？这叫什么？这在佛法里叫心向外持求。你嘴里虽然在念佛，可你的心比在大街上买菜还要散乱。心一散，神就乱，神一乱，你本来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那点虚火，轰地一下，又顺着你的任督二脉，顺着那个烟囱，直接窜到了你的脑门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天天掐着念珠，一天到晚跑道场，早课晚课比谁都勤快，可是最后呢，什么变化不仅一样没有，反而脾气越来越大，血压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他越是刻意去求，心就越乱，心越乱，气就越往上浮。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功夫全都是副产品。什么是副产品？就像你只管低头浇水种麦子，你不要天天去把麦苗拔起来，看看它根长了没有。你老老实实把心拴在佛号上，火自然就降，水自然就生。这5样变化是他自己慢悠悠产出来的，绝对不是你急吼吼求来的。只要你盯着那个炉子看，火绝对不会因为你盯着它就烧得更旺。那有人又要问了，既然是自己长出来的，不可求，那凭什么你偏偏要按醒觉、守温、做梦、吃饭、走路这个次序来讲呢？这难道是规定好的死板程序吗？你们要晓得，我今天给你们排的这个次序，不是按你身上气脉运行的快慢排的，而是按你能不能察觉到的难易程度来排的。这5样变化恰恰反映了那股浮躁的气机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退回炉膛的过程。你想想看，气机从上往下退，第一步退下来就是你头上的筋气散了，所以你夜里醒来的时辰变准了，醒来心里不再扑通扑通乱跳了。这是你每天睁开眼立刻就能感觉到的，它最浅表，你最容易发现。气再往下退一点，水火一交，热气送到了四肢，手脚变温，这个变化你自己天天摸着自己的手，往往不觉得，常常是老伴一牵你的手，或者跟老朋友握手的时候，人家猛然惊呼一声，你才发现的。这说明气机走深了一层，需要外界的反馈你才察觉。气再往下走，你白天的杂念收摄住了，夜里那股神气稳在了体内，梦境的改变你不去细想你是不知道的。这必须要你有一天早晨洗脸的时候，突然回过头去琢磨，咦，最近好像大半年都没梦见那些乱七八糟讨债的故人了。这就比手心变热又要深一层，因为这已经深入到你的潜意识里了。等到气机彻底降到了中盘，脾胃里的虚火退尽了，你对吃喝看淡了，这种变化极其缓慢，常常是在1-2年里潜移默化发生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直到有一天过年，面对一桌子大鱼大肉、肥鸡胖鸭，你突然觉得腻味，反倒觉得一碗白水煮青菜最香甜。这时候你的功夫已经化入你的5脏6腑了，最后气彻底沉到了脚底，你走路稳当了，起夜不飘了。这一样是最难察觉的，常常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常常是儿女过年回来看你，惊呼一声，哎呀，爸，你今年走路怎么这么有劲儿，腰板比去年还直，起身都不用人扶了。这时候你自己才恍然大悟，原来气已经彻底沉落到了下盘。所以你们看明白没有？你最先最容易察觉的恰恰是最浅的那一层，而最难察觉，最后由别人看出来的才是最深
最能保命的那一层。你如果数一数自己这5样里占了4样5样，而且是后面这几样，那说明你在修行这条路上走得比你自己以为的要远得多，深得多。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大字不识几个，天天就在家里一边择菜一边打毛衣，嘴里一边念佛。她根本不懂什么气机升降，什么水火既济，她就是觉得念佛心里舒坦。有时候毛衣线团掉地上了，她乐呵呵地弯腰去捡，起身的时候一点都不费劲。旁边那些天天研究经典，天天记日记算自己今天念了多少声的老头老太太看了都傻眼，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身体这么硬朗？其实道理全在这里头，人家心里头没有求的那个大包袱，人家就是老老实实的念得跟每天早起喝白开水一样自然，心一自然，气机就畅通无阻，没有任何淤堵。这5样变化在他身上全占齐了，他自己还浑然不知。所以我今天给你们讲这5处变化，目的是什么？是给你们一把回过头去量一量自己的尺子，是为了破除你们心里的那种我什么都没看见，是不是白念了的自我怀疑。这尺子是拿来量过去的，绝对不是给你们挂在眼前让你们天天去追的红胡萝卜。你们听完了今天这堂课，就把这5样东西给我全忘了，照着念，别照着找。不要天天去摸手心热没热，不要天天去数自己晚上醒了几次，只管念你的佛。只要你这颗心安住了，不跑了，那股气自然而然就会一层一层的往下沉。等到2、3年后，你无意中回头一看，哎呦，这5样变化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结结实实的长在你身上了。讲到这里，很多老人家心里肯定要犯急了。既然你说不能刻意去求，只要老老实实念就行，那我到底该怎么个念法呢？我每天应该定个什么时辰？一天究竟要念多少声？我是该出声念还是在心里头默念？你们别急，接下来我会给你们一套能踏踏实实照着做的笨办法，只要照着做，绝对不出偏。第1条，定一个时辰，天天雷打不动。很多老人家念佛是想起来就念2句，想不起来就扔在一边，或者是今天上午念，明天半夜念。我告诉你们，这样念散乱得很，气机根本聚不起来。你要想让身上的气往下沉，你必须得给自己定一个时辰，这个时辰是早晨，是下午，还是晚上，通通不重要，完全看你家里什么时候最清净。重要的是什么？是天天都在这同一个点上。你们要晓得，我们人体里有一套极其聪明的生物钟，你天天中午12点吃饭，一到11点50你的肚子自己就会咕咕叫，胃酸自己就分泌了，对不对？气机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每天雷打不动，固定在晚上8点钟坐在那儿念一段，坚持上个把月，只要1到7点50，你哪怕还没开始念，你身上的气自己就开始往下沉了，你的心自己就开始安静了。气认的是你每天坚持的那个点，它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惯性。这就是老祖宗常讲的夺天地之造化。你把自己的气机跟天地运行的时辰彻底对准了。第2条，出声念一段，然后再闭上嘴默念一段。很多人跑来问我，到底是出声念好还是在心里头默念好？我跟你讲，单独偏向哪一种都不圆满。正确的做法是，刚坐下来的时候先出声念，声音不用太大，自己耳朵能听见就行。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刚坐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千头万绪，胸口那股无名火和燥气正顶在嗓子眼，你出声念就是借着声音的震动把你上焦，胸口这股虚浮的闷气一点一点往下压。
这就好比是用石头砸水缸里的浮萍，一砸一个准。可是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出声念上1个钟头，你的气就散了，嗓子干了，人也疲了。所以出声念上10几分钟，觉得胸口平顺了，气息匀净了，立刻闭上嘴，改成在心里头默念。默念干什么？默念是把外跑的心神往回收，出声是压气，默念是收心。你把这2步配合起来，气顺了，心也收住了，这才是实打实的真功夫。第3条，给常年手脚冰凉、心神不宁的老伙计们支个绝招。念的时候，把你这双手轻轻地搭在你的大腿上。很多老人家一听说念佛，立刻跑去买个蒲团，非要把2条腿盘起来，手还要结个什么极其复杂的印，结果腿痛得要命，一边念一边直抽气，全是在熬醒。我告诉你们，咱们普通老百姓在家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沙发上就行了，关键是你的手放哪里。你把2只手掌心朝下，极其自然、极其放松地平搭在你的大腿上，或者放在膝盖上。为什么要这么放？佛法讲得很清楚，心之所向，气之所至。你的心念在哪里，你的气就往哪里走。你把手放在大腿上，你心里的那点注意力自然而然就落在了下半身。下半身有了觉知，你上半身那股虚火就会顺着你的胳膊，顺着你的手掌，源源不断地沉到你的腿上去。火一沉下去，底盘就暖和了，下盘就稳当了。这就是不求热而自然生热的最好法门。第4条，也是我今天必须要敲打你们的一条，别去数数，别去打卡。现在很多老太太手里拿着个计数的按键，嘴里念一句阿弥陀佛，手里就吧嗒按一下，每天规定自己必须按满1万下，按不满1万下，晚上连觉都不敢睡，觉得菩萨要怪罪。你想想看，你这叫念佛吗？你这叫在跟菩萨做生意算账本。你的心全挂在那个数字上，全挂在那个吧嗒吧嗒的声音上。念到9900下的时候，心里一阵狂喜，哎呀，快凑够数了。念到一半，老头子叫你吃口饭，你气得直瞪眼，别吵别吵，我都乱了，还得重新数。你看看，这脾气比不念的时候还大。为什么？因为你把原本用来定心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急功近利的枷锁。一旦你开始计较数目，功利心一出来，心立刻又散了，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气，轰隆一下又全窜到了脑门上。所以把那些计数的东西全扔了，不计多少，只问你当下这一声，心里头听得清不清楚，宁可安安稳稳、清清静静的念10声，也绝不要心浮气躁的去赶那1万声的流水线。第5条，念到不用去想它自己就从心里冒出来，这才叫真熟了。很多人问功夫深浅怎么量，我告诉你，不在于你懂多少高深的大道理，而在于有一天你正在厨房里切菜，或者走在马路上买冬瓜，哪怕是你脚底下一滑，差一点摔倒，你脱口而出的不再是哎呦我的妈呀，而是极其自然的一句佛号，不需要你刻意去提，不需要你摆好架势，它就像你呼吸一样，已经长在你的骨血里了。遇着急事，遇着难事，遇着高兴事，这句名号自己就溜达出来了，这就叫熟透了。诸位要记住，等100年之后，人到了临终那一刻，4大分离，脑子是不管用的，唯有这种不用想就能冒出来的极其熟练的念头，才是你唯一能带得走，唯一能拉你一把的东西。第6条也是最后一条，我是专门讲给做儿女的人听的。如果你家里有念佛的老父亲、老母亲，你们做晚辈的一定要懂事，
要学会配合老人家每天定好的那个时辰，只要他一坐下来，或者一拿起念珠，你们在屋里走路就轻一点，电视声音关小一点，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扯着嗓子喊妈出来吃饭了，爸电话找你的，你这一嗓子直接把老人家好不容易沉下去的心神给吓飞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念完了半个钟头，天塌不下来。更重要的是，老人家身上的气机变化，他自己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你们做儿女的，平时要多留个心眼，默默地观察。你看看这2年老爷子夜里起夜，是不是不像以前那样总要你在旁边搀着了？老太太从沙发上站起来，是不是不用先拿手撑半天，双腿一发力自己就稳稳站直了？过年的时候你牵一牵爹娘的手，摸一摸，是不是没以前那么冰凉刺骨了？里面是不是透着一股温润的暖气了？这些最不起眼的细节全写在他们身上。如果有了这些变化，你们做儿女的要在心里头为老人家高兴，这是极其深厚的福报。你可以私底下笑眯眯地跟老人家提一嘴，爸妈，你这2年腿脚比以前硬朗多了，走路都不打飘了。老人家一听，心里有了底，知道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他的心就更踏实更安稳了。这6条极其平实的办法，没有一句空话，把气机理顺了，把念头转正了，把这6条老老实实落实在你每天的日子里，这才是真正的修心，这才是真正的保命。好啦，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诸位朋友年纪大了，有时候听得进道理，但一转头就容易忘，所以我在这里再啰嗦最后一遍。先说身上的5样变化，你念了半辈子佛，到底有没有把气机念回身上？别去问算命的，低头问你自己。第一，你夜里醒来的那个时辰是不是准了？醒来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安静的，不再兵荒马乱了？第二，你让老伴牵一牵你的手，那常年冰凉的手心是不是开始有一股温润的暖气了？第三，夜里的梦是不是少了？梦见那些走了的人，他们是不是变得安详了，不再伸手向你讨债纠缠了？第四，你是不是不再天天惦记那口吃的，那种心里发空的假饿是不是彻底消失了？第五，也是最保命的一条，你站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扶了？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脚下生根，不再轻飘飘打晃了？这5样全齐了，或者占了3、4样，你就是真的上了道。那到底怎么把这5样实打实地修出来呢？那6个老老实实的笨办法，你必须死死记住，每天给自己定死一个时辰，雷打不动地坐下来，刚开始先出声念，把上头的火压下去，过会儿再闭上嘴默念，把跑出去的心收回来。念的时候双手平平稳稳地搭在大腿上，让气机顺着往下走。最要紧的，把你那个计数的按键扔得远远的，绝对不许去算计自己念了多少声，一算计心就散了，就破功了。一直念到遇事脱口而出就是这一句，这功夫就算熟透了。家里做儿女的一定要懂得配合，老人家念佛的时辰，屋里务必安静些，平时多留意爹娘身上的这几样变化，多给他们鼓鼓劲儿。诸位啊，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世间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哪块昂贵的墓地，哪座气派的阴宅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自己的人心。一个人晚年最大的改命，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的因果。你今天看完了这段话，如果你觉得心里头敞亮了，觉得身上的这股气顺了，我请求你们做一件事，
把这段内容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转发给那些天天跟着你一起锻炼、一起遛弯的老伙计们。你以为你只是顺手点了一下分享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也许你的那个老朋友正因为夜里经济失眠愁得不知所措，也许他正因为起夜头晕走在摔跤断腿的边缘，你把这个气机升降的道理转发给他，点醒了他，让他把那股要命的虚火降下去。你这叫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这就是最大的积福，最大的功德。老祖宗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别人安了心，你自己的晚年就多了一重善业的保护伞。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确确实实对你有帮助，请动动你们的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一句愿家宅平安，也可以留一句愿老有所依。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其庞大的能量的。咱们千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它形成的能量场，那个清净磁场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每一句祈福，最终都会化作无形的暖意和福报，完完全全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